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劝中年女人衣服买精不买杂。看完这4组对比你就懂了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到了中年，我们的生活逐渐稳定，对美的理解也有了变化。原本以为能在服装市场找到既漂亮又适合自己的衣服，但没想到中年女装区简直像是一场灾难。衣服颜色杂乱无章，设计老土，时尚好像成了禁忌词，全是些让人看了摇头的大妈装，真是让人失望透顶。说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生活精致、气质出众的中年女人，她们的衣橱里衣服虽然不多，但每一件都是精品。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穿衣的黄金法则：买精不买杂。不信，看完这4组对比，你肯定会恍然大悟。1. 通过4组对比，才知道中年女人衣服买精不买杂的原因。1. 质量与数量，廉价的衣服再多，也比不过一件质量好的衣服。衣服的数量并不能代表什么，看看一些中年女人的衣柜，里面堆满了衣服，但当她们需要挑选一件合适的衣服出门时，却发现合适的并不多。这些衣服往往价格低廉，质量差，洗几次就会变形或褪色，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。穿着这样的衣服，自己都会不自信，更不用说别人怎么看了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坚持宁缺毋滥的女人更注重衣服的质量。她们的衣服，比如一件优质的外套、衬衫或西装裤，可以穿很多年都不会过时。因此，在买衣服时，不应该冲动，而应该考虑自己的衣橱真正缺少什么。买一件高质量的衣服，远比买一堆不合适的东西要好得多。2. 跟风乱买潮流款，气质身材不一定驾驭得了。潮流变化迅速，每年都有新的流行单品出现，比如年轻人喜欢的卫衣。有些中年女人为了跟上潮流，也去买这些衣服，但穿在身上后，才会发现显得自己更胖，甚至像是在装嫩。实际上，流行的衣服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，它们可能与个人的身材和气质不相匹配，甚至会突出自己的缺点。相比之下，适合中年女人的经典款不仅实用，而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搭配方式，展现出多种风格，成为中年女人衣橱中的常青树。3. 衣服风格和款式买得杂，影响整体搭配。买衣服时，如果选择没有标准，搭配起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，因为这些衣服风格不统一，彼此之间没有联系，每次尝试搭配时都会非常头疼。例如，今天穿了一件图案繁复的上衣，而明天又搭配了一条侧面开叉的裙子。这种随意组合的穿搭方式，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。相比之下，买精心挑选的衣服有明显的好处，每一件单品都可以和其他衣服相互搭配。比如，几件简单的基础款上衣搭配几条不同风格的夏装，就能创造出10几种甚至更多的搭配组合。这样不仅节省了每天搭配衣服的时间，还能确保每天的衣服都精致得体。4. 衣服设计的杂乱，油腻感爆棚。在设计上，我们也要摒弃设计杂乱无章的衣服。如果一件衣服上堆满了各种图案和颜色，原本旨在增加美感的设计，却因为过度堆砌而变得笨重和拖沓，再加上制作粗糙，这样的衣服往往让人感觉不妥，缺乏美感，显得陈旧和俗气。因此，在买衣服时，选择几件设计简洁的基础款式会更加合适。2. 中年女人买衣服的有效建议，帮助你减少踩雷。1. 材质上选优不选劣，避开化纤，多选天然材质。买衣服时，首先要考虑的是材质。例如，化纤材质的衣服虽然价格便宜，
款式多样，但穿着起来并不舒服。这种材质的透气性不好，夏天穿着容易闷热和出汗，衣服紧贴皮肤时会黏腻，影响舒适感。此外，化纤材质容易产生静电，会吸附灰尘，使衣服看起来脏乱。长期穿透气性差的衣服还会导致皮肤问题，对健康不利，日常买衣服要避开。最好选择天然材质如棉、麻、丝和羊毛的。棉布柔软且对皮肤友好，它能吸收汗水并保持透气。麻布的纹理特别，透气性和吸湿性都很好。真丝质地光滑细腻，看起来非常高级，能显著提升你的着装水平，特别适合正式场合。这些材质的优质特性很容易辨认，它们能展现你的好品味。2. 价格上别一味追求性价比，贵的大牌更有保障。在买衣服的时候，渠道也很重要，不要仅仅因为价格便宜就随意买，因为同样的衣服，通过正规渠道买和从小商小贩那里买，质量上会有很大差异。大品牌服装在设计、制作工艺和面料选择上，通常会投入更多资源。他们设计的款式既时尚又合身，制作工艺精细，缝线均匀，细节处理得当，例如领口、袖口和下摆等部位。这样的服装耐穿且不易变形，他们选用的面料质量上乘，从根本上保证了衣服的品质和穿着体验。虽然这些大牌服装的价格相对较高，但因为使用寿命长，从长远来看其实更经济。相比之下，廉价的衣服因为质量问题，穿几次就变形或掉色，实际上这样反而更浪费钱。3. 设计上要注意扬长避短。事实上，人到中年大多会遇到身体代谢变慢、体态变样、身材发福、状态变疲态，这些都会随着年龄有着不可逆的变化。因此买衣服，你要认清现实，学会扬长避短。第一种，肚腩突出。如果小肚子比较突出，是因为长时间坐着导致脂肪堆积，或者是因为年轻时生孩子留下的腹部问题。为了掩饰这个部位，应该避免穿衣服时把衣角塞进裤子里，或者让腰线正好卡在腹部。买衣服时应该选能遮掩腹部，又能突出身材比例的款式。以这2套服装为例，第一套选择了从内到外逐渐收窄的直筒裙设计，裙摆宽松，腰线提高到胸部附近开始收窄。第二套则是胸部下方开始收窄，裙摆向外扩展的款式。这2种设计都能有效地弱化腹部的突出。第二种，身材显壮。对于上半身看起来比较壮的人来说，通常是指肩膀宽阔，上半身比较丰满，胸部也比较突出。这类体型的人在买衣服时，应该避免领口太窄或太高的款式，以及无袖的小背心设计，因为这些可能会让人看起来更胖。为了突出优点并隐藏缺点，可以采取以下2种方法。首先，通过适当露出皮肤来拉长身体比例，比如选择大 V 领的衣服，这样既显得得体，又不会显得俗气。其次，选择适合的风格很重要，比如稳重的风格就比较合适，而过于甜美或蓬松的设计，比如泡泡袖，应该避免。观察这2组搭配，可以看出它们非常适合上半身壮实的人。一件大 V 领的衣服露出皮肤，既大方又精致，另一件衬衫的搭配也符合中年女人的气质，强调了成熟女人的优雅魅力。第3种，双腿有肉，腿型不好看。一些中年女人随着年龄增长，腿部肌肉会变得丰满，导致腿型看起来有些弯曲，比如 X 型腿或 O 型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恰当的衣服会破坏整体的身材比例，给人一种不时尚的感觉。因此，应尽量避免穿着紧身裙、紧身裤或暴露腿部线条的短裤，而应该学会用遮盖或修饰的方法来减轻这种影响。
由于腿部肌肉较多，紧身裤会更加凸显腿部的不足，特别是像钟丽缇穿的那种颜色鲜艳的紧身瑜伽裤，会使得腿部弯曲和不直的情况更加明显。林允儿的短裙同样暴露了她的腿部缺点，从正面看，膝盖到小腿部分形成了一个明显的 O 型，很容易被注意到。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着装，掩饰腿部线条的不足，建议选择阔腿裤或烟管裤。这些裤子宽松的版型可以很好地遮盖腿部的肉感。对于短裙，建议选择 A 字形的款式，长度最好选择中长款，即过膝盖到小腿肚的位置，这样可以更好地修饰腿部线条。4. 确定风格，不盲选。第一，看性格决定穿搭风格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不必勉强自己去迎合大众的审美来决定自己的穿着。性格内向温柔的中年女人如果选择朋克风格的服装，会显得不太协调。这类女人更适合选择温柔文艺的穿搭风格。通过简单的搭配，结合柔软和硬朗的材质，她们可以更容易地穿出自己的风格。性格开朗直率的女人，穿着上也需要显得更加自然和放松。如果刻意去搭配温柔淑女的服饰，会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，这与追求舒适和得体的初衷相违背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选择宽松随意的极简风格更合适。比如一件 T 恤搭配一条阔腿裤，无论是否突出腰线，只要在款式选择上稍微精致一些，整体效果就会有小小的惊喜。第二，根据五官量感大小选穿衣风格。明明长着一张漂亮而大气的脸庞，五官大小恰到好处，非常适合走简约稳重的成熟路线。然而，偏偏选择了青春活泼的街头风格，这使得整体造型有时显得不协调。相比之下，优雅简约的成熟风格更适合日常穿，既显得有品味又显得成熟。因此，在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时，可以参考自己的五官和脸型。如果脸型显得年轻，五官较小，那么休闲和文艺风格可能更适合。可以在款式和颜色上适当追求一些设计感。杨钰莹的甜美形象众所周知，她的许多穿搭都偏向甜美风格，偶尔尝试简约的西装显得很自然。然而，对于五官量感较大的刘雯来说，穿着减龄的款式和颜色时，与她平时简约的日常穿搭相比，后者似乎更适合她，更能凸显她的气质。3. 穿衣建议，邀你把基础款也能穿高级。1. 搭配时做减法，避免随意堆砌。穿搭不仅仅是把衣服堆在一起，而是要懂得如何让它们相互搭配，创造出和谐的美感。基础款的服装以其简洁大方的特点，不需要依赖复杂的设计来吸引注意力。为了展现出成熟女人的优雅和韵味，你需要清楚哪些单品是必要的，哪些可以放弃。每次挑选衣服时，尽量确保每件单品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作用，不要随意叠加或混搭。2. 风格上保持优雅，不要刻意扮嫩跟风。中年的魅力不在于盲目追求年轻，而在于保持从容和优雅。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的衣服款式和颜色，不必刻意追求年轻化，利用衣服的线条、领口、面料等元素来展现自己的特色和品味。这比盲目追求潮流更为重要。尝试找到自己的穿衣风格，用简单的款式搭配出高级感。4. 穿衣搭配时不能忽视细节。穿搭讲究的是整体气质，如果某个细节处理不当，就会很不协调。因此，在关注整体配色和款式选择的同时，我们还应该注意发型和身体姿态对整体效果的影响。1.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。人们常说，选择合适的发型就像换了一个新头，能让人焕然一新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
选择一个合适的发型可以提升气质，让人看起来更年轻。然而，如果选错了发型，比如过于传统的黑长直、容易显老的泡面卷发，或者厚重的齐刘海，都会让人看起来更老。为了不在发型上出错，中年女人可以注意以下3个细节，逐步改进这些方面，有助于提升整体的视觉效果。首先，头发长度不宜过肩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脱发和白发成为问题，长发更容易暴露这些问题。选择长度不超过肩部的发型，可以修饰脸型和颈部线条，避免短发让脖子和肩膀显得过于突出。观察周围优雅知性的中年女人，她们的发型大多也是不过肩的，例如袁泉的短发造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与她早期的长发相比，短发显然更适合她。其次，发色不宜过于夸张，中年女人染发成为一种时尚，但选择发色时应考虑肤色。过于鲜艳的颜色，如红色、粉色或紫色，可能不适合中年女人，因为她们可能无法衬托出气质，还可能与肤色形成不协调的对比。建议选择自然的发色，如栗紫色、黑色或深咖色。最后，卷发的卷度应大于2毫米。小卷度的卷发容易显老，但不卷发又无法遮盖发际线。选择卷度大于2毫米的卷发，可以增加头发的蓬松感，遮盖发际线并修饰脸型。同时，这样的卷发也便于搭配不同的服装，让人看起来更加精致和有活力。2. 修正体态，自律养成记。如果有含胸驼背和脖子前倾这样的不良体态，即使衣服再合适，也难以掩盖这些缺陷。纠正自己的体态，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展现出更多的美丽和气质。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开始改变，例如饭后散步，避免进行剧烈或高强度的运动和拉伸、靠墙站立等。平时也可以多做一些伸展运动，这些小习惯都有助于培养优雅的体态。中年女人的着装秘诀不在于衣服的数量，而在于能否挑选出精品，买高质量的单品，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衣服。这不仅能让衣橱更加整洁有序，还能在任何场合都让人充满自信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从现在起，重新审视你的衣橱，淘汰那些华而不实的衣服，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品质优良的单品，同时注意自己的发型和体态，这样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精致，生活越来越有品质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